时间长了，我就发现在我父母和我朋友面前老是不给我面子，整得我都觉得特尴尬。我现在不知道是他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，我现在不知道我们俩能不能走下去了，我真的够了。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。当一个女生发自内心的说和你在一起我已经够了，那这段感情似乎就是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界。男生究竟做了一些什么让女生发出这样无奈或者叫绝望的感慨呢？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郑26岁，来自佳木斯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曲23岁，来自黑河，是一名幼儿教师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愿意。两位谈恋爱有多久了？1年多了。在这个小片里你说有点受不了他了，受不了他什么？刚开始我没发现他有这些毛病，就比如有一次我俩去吃牛排，他就跟人服务员干起来了。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事儿，好不好？你可拉倒吧。平时的话就在家做就可以，那你非得出去每天都出去吃吗？就那么一回哥，还有几次啊？又不是说过节、情人节、他就跟人说，哎，过生日都可以。菜牛肉多少钱一斤呢？哎，你这牛排这么贵，还让人去叫经理。我是和人说这个东西了，如果他牛排那么点儿，之后好几百块钱，服务态度还不好，之后我让叫经理他还不叫。不是，你是嫌他服务态度不好，还是嫌他牛排贵？这孩子多好，懂得过日子。我俩就一回，他没去，我想领他浪漫一下。哦，你领他浪漫啊？是你买单还是他买单？我买单呢，我就想让他去感受一下那个浪漫的感觉嘛。又不是过节，你说情人节、过生日，咱们出去浪漫可以。你都不知道人家咋瞅我俩，就寻思看两个神经病那儿呢。那高档酒店服务态度最起码好吧？贵我认了，之后服务态度也不好，我才和你吵的嘛。哪儿不好了？人家那啥，你还让人说啥呀？你这跟人家上去就说啊，牛肉多少钱一斤呢？我就认为回家做这个，平时过日子回家做这个很好啊。我就是想让你浪漫一下，你在家做跟去西餐吃感觉能一样吗？行了，这事儿就过了，我觉得没什么大事儿。有一件更大的事儿啊，他妹妹从老家来了，我说给他妹妹租个房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也不方便找工作啥，刚开始啥也没有，他就不干。那我已经租一个房子了，之后我亲妹妹来，他就从小一起长大，在一个炕上睡，从一个炕上睡觉的。之后妹妹来了，那我住一起不很方便吗？你能乐意吗？你亲哥哥当然可以了。夏天你穿啥呀？你长衣长裤，哎，这短裤、小背心，我跟我哥睡个床上，你就乐意啊？我觉得亲哥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去额外的开支。等，主持人就这事谁能接受？不，等，咱把这事儿区分开来说啊。他妹妹来了，你想让他妹妹出去租一个房子？我想给他妹妹租一个房子，找工作。我觉得是一个没有必要的开支，你愿意怎么样？我寻思我妹妹和我一起住，我已经租一个房子了，和我一起住不很好吗？不是，那没事，没有客厅。我想给他妹妹租个房子，让我觉得是没必要的开支。我寻思和我一起住可以，因为我跟他妹妹也不太熟。是谁花钱？我呗。后来他不同意，我就让他妹妹上我家跟我一起住，然后找到工作，他妹妹就出去单位了。啊，这事儿不是挺好，没什么事儿，解决了吗？问题我接受不了他这些思维呀。还有什么事儿？上他家去看他爸妈啊，他给我列个单，告诉我这什么大舅、二舅，这是全列出来了，说让我给他家所有人都买礼物。那我是我们村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，家里人都瞅着我呢。你说我回去第一次领女朋友回家，不给亲戚朋友买点礼物吗？那我也不能给所有人都买礼物，冤大头，我家开银行的呀。我只是和你说，咱们这个事情，周围的朋友肯定要看，对不对？等，就是一争吵你就失去理智，一理智就乱，我就听不明白。我对他无语。咱先把事儿说清楚。是你就是上我家啊，因为我是我们村第一个上大学的，亲朋好友都看着，而且都看着我长大的。我姨啊舅对我都特别好。我第一次领女朋友回家了，我也在外面工作了。我说亲朋好友都看一看，买点礼物什么的，他就不愿意。我不是不愿意，我去给你家爸妈买行，他是给我列个单儿，就是跟要求我似的。这不是给我父母争面子吗？在我父母面前你也好看吗？是不是？你买呀，让我买。我因为现在刚不是你要送礼干嘛？他出钱呢？我只是和他商量，如果说他觉得多的话，我也可以出。但不过就是我觉得领对象回去了，给家里亲朋好友买东西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不是？哪儿正常了？跟我爸妈出去，人老先生可好，拿200块钱。那我不是揣着银行卡呢吗？你花了嘛，200块钱你还剩了呢，行不行？那你说跟你父母出去旅游，我现在经济实力没有实力去跟你父母出去旅游。没有，你就别答应我去呀！我说去的时候你乐屁颠的。那我那时候工作不忙啊。你不忙你就说去呀，去了之后我问他你拿200块钱干啥呀？他说那个我就买水买饮料，跟你爸妈出去还用我花钱？人原话就这么说的。那我不是跟你说吗？开玩笑，我也没跟你父母说。那意思我跟你爸妈出去，我也是不用花钱的时候，我带100就够了。
那现在我们这种情况，我父母领我们出去旅游，完全可以不花钱，我们可以不花钱。那我爸妈，你第一次跟我爸妈出去，你说我有面子吗？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这个实力去领着你父母旅游。如果说我现在有实力，我经济实力非常雄厚，我可以跟着所有父母出去旅游，完全没有。在你眼里，所有的事儿都以后都能成，你以后亿万富翁了。还有啥呀？还有呢，还有更严重的，他一个月才2000多块钱，然后他跟我说一个月想给他爸妈打3000块钱，我就挺纳闷，我寻思他干点兼职吧。怎么打3000块钱？他跟我说，根本就不是他说的你一个月给我爸妈打3000呗，让我一个月给他爸妈打3000。认识他之前，我工作的时候呢，我怕我花完之后攒不下，我就给父母打过去，他们也自己多花点。之后我们2个在一起之后，开销肯定会大。我开销大了，你开销大了吗？那你开销大，我平时也有花钱的，对不对？你平时你给我花了吗？那我开销大的，我给你没少给你花吗？我能问吗？你们能不吵了吗？你一个月收入多少？底薪2000都不到3000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？你可拉倒吧！你啥时候开到过3000？底薪这样的话也就全下来的话就是7、8千块钱吧。你可真能吹！事实嘛，有时候有效有业绩。我没看见，反正。那你要是一个月挣7、8千，给父母寄3000也行哈。问题他让我给他父母寄3000，不是让我出钱给他父母寄3000。因为我们2个在一起之后开销多，我跟他商量的原因是因为我怕我突然之间给父母寄钱少了的话，我父母会想我怎么样。不是你没跟他谈恋爱？什么叫突然寄钱少了？你没跟他谈恋爱之前，你一个月给家里寄多少钱？1500到2000吧。那你为什么跟他谈了恋爱，开销大了要寄3000呢？就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好一点，但我俩开销的时候我也有花钱，我现在也是打算换房子，再换一个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嘛。啊。我俩还说那时候说结婚就是我想去看戒指嘛，领我去看好几回呢，就在那看。每次你看都看好几万呢，我现在买不起好几万的。后来跟你说了，后来我看好一个也不贵，我觉得打完之后好像7000多吧，我就说这个也行，我能教你。哎，我觉着就是婚礼现场的时候，人都是假戒指，咱买一个像样的假戒指之后，我一辈子就戴这个假戒指，结完婚之后吧，咱就是结婚之后下场之后，下完婚礼之后买一个情侣戒指，便宜点不挺好吗？你等买了你再说呀，你啥你就说。那买了你再跟我说行吗？气死我！我能说话了吗？说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！这个一个月挣7、8千，对吧？没有，有的时候没有7、8千。我问嘛，一个月挣7、8千，对吧？业绩好的是还是不是？是。12个月11个月业绩不好。让我问行吗？不许说话了啊！确实一个月挣7、8千，对。那他买一个7000块钱的戒指，攒3、4情侣。买一对7000块钱的戒指，是一个7000多。到底是一个还是一对？明明是俩，那不俩吗？搁那7000多，攒1年攒得出来吗？攒得出来，那不就得了吗？我只是觉得现在条件不好，日后结完婚肯定要过日子，精打细算的东西，前期就没必要花那么大的钱。不是条件不好，就是舍不得给我花啊。那我平时我对我自己也不是很苛刻嘛，我自己也都省着。苛刻。他怎么苛刻你的姑娘？他啥也没给我买过。那过生日我情人节什么的不都一样正常出去过吗？情人节人家送一束你一朵，那不是表意。人家去吃西餐，我俩就吃盒饭。什么盒饭？我们也上商场去吃饭，都找那种。就商场5楼那个快餐。你要7、8千块钱一个月，你这样就真不对了。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挣不上7、8，业绩不好的时候就挣不上。好吧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平均一年年薪是多少钱？4到5万嘛。个死要面子，有时候也多，确实有多的时候。问题是出去吃饭，大多数都我花钱啊。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啊？我也是2、3千，是我爸妈给我钱。哦，你爸妈给你钱。说他爸妈给他钱，我这事我就想，那我俩要结婚，他完全我说我们现在没有实力去买房的，他父母就不同意，非得要他父母买房给我来买这个。你爸妈想给你买个房啊？就是说结婚嘛，想给我买个房啊，然后就是写我名。然后他就不乐意了，就让他出。不是说写你名接受不了，是因为你父母出钱买房我就接受不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自力更生，为什么要还去啃老，还去让父母拿钱买这个房吗？你咋要这说你就这么有理呢？在家你也不这样式的呀。事实确实是这样。不是，他就是不愿意出钱就买房子，而且还我俩结婚买房是谁出钱？我爸妈还全款。
你说就让他出装修跟家电钱，他就不乐意。意思说我俩要离婚了，那房子他就分不走一半，他还出家电装修。那你说我俩没结婚了，就开始想离婚的事儿了。那你说，作为一个男人，让女方的父母来买房，买房之后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，100%没有舌头不碰腮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万一有一天女人对男人说：“这房子是我父母买的，你出去，我该怎么过？”对不对啊？行，这事儿好办。姑娘，让你爸妈该买房买房，你们俩该租房租房，你把那个房租出去。不行，我跟他过不下去了，我受不了他了。啊，就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结婚也不一定是他。啊。反正我跟他还是过不下去。你觉得你们俩过不下去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他太抠了。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这些都是小事。那以后过日子这些东西肯定要算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父母怎么看待这小伙子呀？刚开始还行，挺喜欢的，后来就不行了。喜欢他什么？刚开始的时候对我好啊，听话。他现在是对你不好了，是不听话了，还是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他不爱我。啊，根本为什么？比如说我要感冒了打针回去，一般都打车回去嘛，他不非要坐公交。那你去的时候有病，是咱们打车去，打完针回来之后身体已经好了，打完针回来身体就好了。他当时是发烧去的，我们打车去的，回来之后就不发烧了。完了之后我寻思就没必要打车浪费嘛。那你说打个车30-50，给你多打一天针好不好？不，他不是病好了吗？不想让我好啊，明白了啊。就是我俩的生活感觉不一样。刚开始我觉得我可以随着他，我可以为了他，我忍着不去这儿也不去那儿，就是也可以不花钱。但是时间长了，他在家啥也不干，就是待着。我想出去看电影啥，他也舍不得，他就非得说等那个电脑上也能看了，然后再在家看。只要上一个电影就要去，只要上一个电影就要去，一个月电影票钱都快够一个月生活费了。然后我想吃那个哈根达斯嘛，以前我没跟他在一起之前，我自己没事就去吃。跟他在一起以后吧，我也没让他花钱，我就自己花钱，我想去吃。你以后结婚之后，你的钱咱们两个钱不是一起吗？是我的钱都是你的钱，你就这么想的呗。这花我的钱他可舍得了。哎呀，反正他就这样。我已经听明白了，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怎么帮你们好不好？先别那么着急呢，小姑娘，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想问一下姑娘，你说的都是他不好的地方，你跟我们说一个他最让你感动。就有一次我在家，就七夕过情人节的时候，快12点了，然后他就给我敲门，然后送一束花，虽然那个花蔫巴了。但是我还是特感动，因为情人节没过嘛，然后他就能想着给我送回来，不管说多少钱买的，但是心意在那儿呢，他能想着我心里有我，我就特感动。还有吗？好像没别的啥了。他做过的最让你觉得爱的事情是什么？他平时挺照顾我的，因为我毕竟在外面，他家是在本地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？没有其他的。虽然大过节的，我也得说实话，我不觉得你们俩真正相爱。刚才那对8年被折磨得疯了的准备复婚的夫妻是真实的相爱，这一对小年轻，我倒不觉得你们有相爱的地方，可能是对我好，宠着我。听我话不跟我犟。能听你的话的男人有很多。他长得帅呀。长得比他帅的也有。我不觉得他们到了爱的程度，顶多就是喜欢和依赖。小伙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告诉我们说牛排太贵不值，我可以理解，我们家出不了装修款，我也可以理解，但是让女孩出3000块钱给你父母寄过去，不是让他出，只是我们生活费，从我的生活费多节俭一点，挣多少花多少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，更不能拿打肿别人的脸充自己的胖子。这件事情我觉得让我挺惊异的，也挺失望的。你自己扪心自问，有没有一丝丝占便宜的心理？没有。有没有一丝丝想改变生活的心理？当然有。有没有一丝丝觉得这个娇小姐我哄好了可以改变人生的心理？当然可以。你不能那样做，你明白吗？你得让人看得起，不能人穷志短，别用爱情来走捷径，有点骨气，好吗？他们俩都挺年轻的，刚才讲了这么多哈，我觉得实际矛盾
就在于价值观上。你比如刚才他们俩说的这件事儿啊，我就特别感慨。去吃牛排，他觉得太不值了。你这个好几十块钱，我能买多少斤牛肉了？就类似这种故事，我和我女儿身上发生很多。我是属于老一辈，过苦日子过惯了。你看有一次我们俩就是去停车，他说的，你给我20块钱那个就行了，我还不给你票。哎，我当时我就很生气，我说凭什么给你20块钱，你还不给我票？我还给你20块钱，你得给我票。我女儿就生气了，妈妈你在那干嘛？跟人这么那个讲，人家也不容易，大冷天。我说你妈容易，早上起4点钟起来化妆，我就急了。实际我和我女儿这个故事是2代人，消费观、价值观不一样。可是你们俩是一代人，怎么说？就是有些事情也不能说孩子怨你。其实我吧，还属于还比较同情你。但是这个孩子你也不能说怨他，因为他也娇生惯养惯了，跟我女儿是属于一类的。那么这个鸿沟不是特别好逾越。再有一个，我觉得孩子你这个是不应该的。结婚以前我1个月给我父母1000多块钱，然后结了婚给3000，这个话让女孩说出来，就说明这个思想境界就非常高了。女孩说不，你结婚前是你一个人，你给你父母1500，那么结婚之后了，还有我的一份孝心。不管怎么，咱们俩省吃俭用，我也要给父母3000块钱。这个搞反了，孩子，你说出来了，他不同意，这格调就很低，这个不好，真的是不好。就这种小打小算，这种算计。没有真爱在里边儿，他们俩之间是肯定没有爱情，大不了就是一个各取所需。你看中他什么呢？帅、听话。你看中他什么呀？无外乎就是图他的条件。我长得也不磕碜、对，还图你漂亮可爱。好像意思说我磕碜。我没说你磕碜呀。你太在意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在他这个人的品质上。勤俭持家是对的。但是图人钱财可是大错而特错。你真正喜欢这个女孩吗？那么多的毛病你都看不惯，为什么要这么憋屈自己？无外乎就是想能走一个捷径。她生病了都要想省。你这个对她的爱体现在哪儿呢？哎，回家了亲戚列一个单子，你来买单要面子，这会儿怎么不省了呢？你把省啊全都放在对方身上了，去我家让我买东西全存起来了。对呀，而且你们俩最要命的是什么？不是一路人，也没有对对方有一充分的了解，这就要结婚了，太草率了。所以男孩扪心自问，摸着你的良心想，如果真是你看上这个女孩的人，那你适当的就应该花钱了，就不应该说这个房子啊，我都能有他的父母买了，这个装修的钱都自己不舍不得出。你想的是什么？你怕分手之后这装修的钱是拿不回来的。你再往深里想，你想的是什么？你想的是分开。真的不要欺骗自己，也不要欺骗对方，找自己那份真心去爱的人。至于钱不钱呢，在有爱情的前提下，谁多花谁少花钱那都不成为问题。只有你们俩之间没有爱的情况下，才会算计钱谁多花了，谁赚便宜了。看着你们俩此时此刻的样子，我在想，如果你们结了婚，如果女生家庭当中出现了重大的变故，男生是否会和你一起来扛这个困难？我觉得情况很不乐观。我们说婚姻不是慈善事业，婚姻也断然不是扶贫，但是偏偏有些人就把它当成是慈善事业，当成是扶贫。我们说有钱人可以大大方方的小气，没钱人只可以小心翼翼的大方。那是对外。对内呢，往往家庭就像你们这样，对内是相反的，没钱的是大大方方小气。我本来就没钱吗？你有钱你应该的，你当然应该帮助我。而有钱的那方呢，他反而只能够小心翼翼的大方。那我买套房，我还得照顾你有没有志气，是吧？我为你好，我还得考虑，哎呀，是不是伤了你的自尊呢？我们说男人可以有诸多的缺点，但有一个缺点是一定不能有，就是不能不直起这个腰，不能没骨气。电视剧《新结婚时代》当中的男女主角顾小西和赵建国跟他们几乎一模一样，
顾小西是生活当中一个教授的女儿，赵建国是农村来的一个穷小子。因为彼此家庭生活的不同，赵建国身上是典型的跟他有着相同的一些气质，比如说全村就他们一个人考上了大学，平时跟家里挣1块钱能说成挣10块钱，有了点东西一定要往家寄，而且还要吹牛，说我老婆家里是教授有多能。这女方呢也是跟你是差不多，对金钱几乎没有概念，因为你没有过过贫困的生活。但是有一点跟你们之间不同，就是赵建国跟顾小西之间永远是 AA 制，你的就是你的，我的就是我的，家里买任何电器买房装修，我必须要跟你一模一样。而且赵建国在照顾顾小西的父母这方面比你做得好得多，人家大腿摔折了2个月，整整2个月，比亲儿子照顾的还好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有一点很不好，就是你只节俭别人，你不节俭自己。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猜测，你看中她的家庭条件的原因远远大过于你看中这个女生本人。在整个上场的交流过程当中，我丝毫看不到你对她的怜爱。其实想要通过自己的婚姻来改变命运的人常常有，既然你选择了，就请做好你的本分，对人家父母好一点，对人家女孩好一点。可是你没有，我的意见跟3位老师一样，你们俩之间各取所需，唯一的能够维持到今天的条件是你还在对他有所金钱的付出，如果没有，恐怕这事早就断了。就这些。有些东西是跨不过去的，想跨就真得有爱，没有爱你真的很难跨过去。就这个问题总得有一个人低头，说白了，就如果姑娘说我就真的不要父母这些，我就认了，我踏踏实实的我们从零开始，全靠自己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那我加油啊！对啊，你看显然是不愿意，我俩你能理解吗？可以过挺好的，他你能理解吗？你不理解是吧？如果出于真爱，希望你们彼此包容，如果连这点包容和飞跃都没有，你们跨不过去，那就趁早分开，别再彼此折磨。接下来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小磊，我们认识快2年了，可能平时确实没有做到对你是男朋友那方面没做好。我觉着我们双方都可以互相让一步。你也不再花你父母的钱，我们能自己出去，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，也不靠双方父母。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。你现在说的这么好，你平常也不这样。我始终都是和你，我来之前，还包括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始终都是这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谁也不靠，只靠我们自己，也不靠父母。不，你是不靠父母，那是靠我跟我爸妈。我也跟你说过，我说我们都出去，不在这个城市也好，去其他城市也好，我们2个人过我们2个人的生活。那样的话，我们可能互相都会成长。哎呀，亮灯吧！刚才观众已经知道了，新年有一些新变化。今天女生还处在一个迷茫期，对吧？我们给你提供3种帮助的方式，请看一下。第一种方式是你求助现场的观众朋友，第2种方式是有一个神秘声音的出现，他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咋来了？是妈妈还是姨姨还是？我是他妈。哦，妈妈，来，妈妈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哎呀，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我实在也不能让她和他再处下去了。这孩子是好孩子，孝心父母啊，勤俭过日子，但是他和我女儿在一起实在是不适合。哪儿不合适呢？有些事情就不用说的太明白了吧，就是他们性格不合。行，明白了，性格不合，明白了。行，谢谢您啊。好，谢谢你的到来，来，请回。好啊。2位请交换项目。谢谢你们请回。警官们，我们还是在回首，今天还有一对嘉宾朋友重新回到了这个现场，他们之间曾经也打得不可开交，来看一下这一对。
他所有的时间，要么就是在体育场看球赛，要么就是在体育场踢球呢，完全没有时间陪我。他每个星期都会跟他朋友一起去踢球啊，挺好的一个爱好。他踢球就这个地方，他让我去给他订那个地方，然后还要给他订水，还要给他们订饭。哎，你是踢得特好吗？不是。他都没上场踢，别人只让他在旁边捡球，别人说他踢得太差了，挨不到球，都不让他上。啊，他就是球屁呗。我愿意，我觉得开心，并且我觉得我捡下球，一身汗出来以后，我觉得回去睡得舒坦。宵夜啊，什么绿豆汤啊，这些东西都给他准备好，还得冰镇的。你就煮了1次绿豆汤啊，喝了没死人。我在他绿豆汤里面下了半片安眠药，我想让他好好睡觉。那是半片安眠药的量吗？不是你下药干嘛呀？他3天都没睡觉了，我看他走路都有点发晕了。哎，这是为你好。然后为了那个安眠药的事情，他第2天你知道怎么气我吗？啊，他带着他一帮哥们在家里看球，然后他一个人就已经够吵了。你想7、8个男的，然后在那就像发神经一样的吼啊叫啊，高兴了还脱衣服，你让我在那能过吗？我认识一个人非常喜欢足球，也是几乎到了痴迷的状态。他为他付出了自己的很多时间，甚至为此而付出了自己工作的机会。他的名字叫黄健翔。但是黄健翔很爱自己的家庭，很爱自己的孩子，他从来没有像你那样痴狂到那种地步。他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走遍全世界所有有名的球场，去感受一下曾经那里的风光。你可以踢得不好没有关系，但是从足球当中你真正领略到他的足球文化了没有？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你臭嘚瑟了！谁说他不懂浪漫？你早这样，早没这个事儿了吗？手绘的那张电影票叫老王国际影城。接下来这段话就太感人了。送了一张我自己做的专门属于你一个人的电影票，以后不管我在工作还是在吃饭还是在看球，只要你能出示这张电影票，我会放下一切陪你。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有印象吗？现在还踢足球吗？没有踢了。你看不踢吧，肚子起来了。你看中国足球就是这样断送的。我本来就不怎么踢，他现在还看球。女生在男生的那个汤里面下药，你们还记得吧？我就知道你要提这事儿。我不该提吗？我现在不下药了，我现在一般都煲汤给他喝。哦，汤里面也下药啊？中药汤嘛，得下点药材。下点补药。怎么样啊？你们俩有什么打算吗？新年？我们准备今年10月份结婚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计划过哈？不是没那个嘛，然后现在是铁板钉钉的事情。怎么就铁板钉钉了呢？因为日期和酒店都定了。啊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我记得你当时送了一个箱子，里面是一个电影票是吧？是的。那个票我留着的，但是我没怎么用这个特权。为啥不用特权了呢？因为他现在很自愿，一般1星期都不会陪我去看场电影、出去逛逛街什么的。听了我们几位老师的一些建议以后啊，回去反省了一下，觉得其实年龄也大了，也该去看看电影、逛逛街了，何必每天都在电视前面呢？我说一句啊，虽然我不在，这玩意儿订了酒店也不一定就不能退，你知道吧？刚才他说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对，多了去了，订了酒店，行，我回去就拿结婚证。哎，回去就拿。啊，就我傻傻的问一句，和好之后幸福吗？看肚子也知道了。其实我还是蛮感谢涂磊老师的，因为他当时听您的话，他都听进去了，回去他也这么做了，他以后说话真的都很客气的，真的，他原来说话是特别噎人的。亲一个呗，上次就没亲。谢谢你们的到来，请回，谢谢啊！还是本着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。与其不合适强扭在一起，不如各自在寻找各自的这个幸福，这大概也是《爱情保卫战》
一直提供的另外一个思考。